大家好，这里是猿猫说，咱们一起看看世界的变化，聊聊你我的生活。上一期我们聊了聊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对正在进行的中东军事冲突发表的看法。他认为是非成败在此一战，如果美国赢得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就能巩固霸权，威慑全球对手，重塑霸主形象。但是如果美国无法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畅，如果伊朗最终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甚至仅仅保留谈判权，那么美国都将被认定是输掉了这场战争。而一旦美国输掉霍尔木兹海峡，那这将是美国的1956苏伊士时刻帝国拐点，甚至有可能动摇支撑了美国霸权几十年的金融根基。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达利欧提到的这场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今天又有几分相似。1956年那已经是整整70年前的事了。有人说这是大英帝国心中永远的痛，因为在这场冲突里，英国在军事上打得顺风顺水，几乎是碾压式的胜利，可最后却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全线崩盘，不得不屈辱撤军，从此彻底告别世界霸主的宝座。而当年的美苏几乎兵不血刃，就把一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逼到了绝境。现在再看看当年发生的事，美国、苏联联手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联合制裁施压英国、法国、以色列。你说这究竟是真事儿呢，还是什么平行宇宙呢？放到今天，这是什么魔幻的情节呢？只能说明我们毕竟都还太年轻，不是恍如隔世，而是这中间真的隔了70年，世界变化太大了。那么我们把时间拿回到1956年，二战结束不过11年，英国早已元气大伤，可在世人眼中，它依旧是联合国五常之一，手握庞大殖民体系的老牌帝国，海军依然纵横四海。而当时的苏伊士运河就是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这条河是欧洲通往亚洲的最短航道，英国70%以上的石油运输，海量的全球贸易，对中东的控制力全都绑在这条运河上。运河公司长期由英法资本控制，每年躺着赚取巨额利润，埃及几乎分不到什么好处。而当时的埃及虽然名义上自1922年就不再是英国殖民地，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实际上国防、外交以及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都还在英国手上，依然是英国的半殖民地。转折点来自埃及强人纳赛尔。1952年，埃及国父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亲英的法鲁克王朝。1953年建立了共和国，而新政府的核心诉求就是英军必须全部撤出苏伊士运河。神奇的是，经过几轮谈判，英国真的答应了。1954年10月19日，英国和埃及签订了撤军协议。协议标明，英国必须在1956年的6月13日之前把苏伊士运河基地的所有英军全部撤走，只保留1200名非军人的维修技术人员以及暂时从返的权利。而结果是，英国真的在截止日期之前全部撤走了，一天都没拖，一个兵都没留。当然这背后肯定不是因为英国幡然悔悟、良心发现，倒是一方面埃及的纳赛尔新政府态度非常坚决，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也是实在没钱养这支驻军了。二战让英国元气大伤，而且全球的殖民地都在闹独立，印度刚刚独立，巴基斯坦独立，非洲一堆国家在闹。当然他们能闹成功的原因也还是因为英国真的没钱了。二战以后，英国的经济命脉全靠美国撑着。二战期间，英国几乎把家底打光，黄金卖完，海外资产变卖，国内的工业被炸烂。整个战争期间，英国靠的就是美国的租借法案，说白了就是武器、粮食、石油、军舰全是美国白给或者赊账。仗打完了，英国欠了美国一屁股巨债。没有美国，英国连战后重建都做不到，而且英镑也已经不行了，必须依靠美元撑着。1956年的英镑虽然还是国际货币，但是已经非常脆弱。英国想稳住英镑，还得靠美元。
当年的英国表面是世界霸主，实际上经济已经被美国深度托管了。所以只要当时美国站在埃及一边，支持埃及要求英国从苏伊士运河撤军，那英国还真就得撤。没有美国施压，英国根本不会签1954年的撤军协议，更不会签1956年真的走人。那当时作为英国的亲密盟友，美国也是毫不见外，是吧？支持一切要求独立的英国殖民地，帮日不落帝国到处降旗。不过英国1956年虽然确实撤军了，但是运河的经营权、管理权和收益依然在英国和法国手里。埃及几乎没有股份，名义上按照原始合同可以拿15%的运河固定收益但是备不住当年的英国会计前辈们就已经知道做低利润减少分红了，所以1956年6月英国撤军，只是把主权还给了埃及，但是运河的运营和收益其实还在英国和法国这里。按照合同1968年11月17日到期后，运河的所有权、经营权才会全部归还埃及。可是英国刚体面退场1个月后，纳赛尔就宣布运河国有化了。这事放在今天，那绝对是违反商业规则的大事。但是问题是在当时的世界，全世界都在这么做。1950年左右，跟埃及一样国有化外资资产的国家有一长串，东欧的波兰、捷克、匈牙利还有亚洲的印度、印尼，还有拉美，包括伊朗，甚至包括当时的中国，到处都在各种国有化外国资产。但是大多数情况，也就是双方坐下来谈补偿，实在谈不拢，顶多搞搞经济制裁，唯独苏伊士运河直接引爆了战争，这是踩到英国的大动脉了。于是英法拉上以色列上演了一出双簧。因为前面提到过的撤军协议里，英国留了一条后手，那就是英国保留的战时重返权。也就是假如埃及遭到别国攻击，那么英国军队就可以重新进驻运河区，保护运河，战事结束后再立即撤出。结果是英国和以色列结盟，利用这个条款唱了一出双簧。10月29日，以色列先出兵进攻埃及的西奈半岛。2天后，10月31日，英法随即以保护运河、维持和平为借口，直接出兵苏伊士运河区。不到1个礼拜，11月5日，英法联军在运河区的塞德港登陆，直接占领了运河地带，轰炸埃及军事目标，迅速占领塞德港。原来这个战时重返权还能这么用呢？2年前埃及签订协议的时候，同意保留英国的战时重返权。当时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这是保留了英国的趁火打劫权，而且这个火还是英国自己找人放的。所以军事层面，英国赢麻了，那是真的赢麻了，比现在川普说的我们赢了，我们彻底的赢了要货真价实多了。英国国内一片欢呼，日不落帝国再次伟大。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真正的战场根本不在埃及，而在华盛顿和莫斯科。2战后确立的是美苏两极格局，这俩平时恨不得把对方撕碎，但是在苏伊士运河这件事情上，人类历史上非常魔幻的一幕出现了，美苏默契配合，一个搞经济绞杀，一个搞核武威慑，把英国逼到了崩溃。美国的操作精准致命，专打7寸。第一招，金融核打击，直接做空英镑。1956年的英镑还是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是英国经济早已被2战掏空，外债高企，外汇储备极其脆弱。美国政府直接下令在国际市场大规模抛售英镑，引发全球恐慌性抛售。短短几周内，英镑汇率暴跌，英国黄金与外汇储备流失近1/3，国家面临货币崩盘、通胀失控的风险。美国的第2招是卡死 IMF 的救命钱，英国顶不住，就想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紧急贷款来续命，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也有一票否决权，而且他当然也是用了的。
那美国的第3招就是石油封锁，掐断能源命脉。运河战火导致中东石油运输受阻，英国本土石油储备告急，而美国明确拒绝向英国补充石油，不撤军，一滴油都没有，工业、民生、军队运转全面都面临停摆。而第4招是联合国的外交围剿，美国在联合国带头提案，要求英法立即停火撤军。当时大量的亚非拉新独立国家本来就痛恨殖民主义，纷纷跟着美国投票，英法在国际社会面临孤立，连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英联邦的国家都不愿意站台，真的有点众叛亲离呀。而且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甚至下令美军进入戒备，地中海第6舰队逼近英法舰队，明确的暗示再不走，美军不排除直接介入的可能。再来说说苏联，苏联没有美国如此多的金融手段，但是老大哥当年的主要风格就是人狠话不多，只捡重点说。赫鲁晓夫直接向英国、法国、以色列3国发出公开信，核心意思就一句：再不撤军，苏联将使用核武器攻击英法本土，而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也将不复存在。一边是美国的经济绞杀和外交孤立，一边是苏联的核武威慑和军事施压，英国瞬间陷入绝境，经济上面临崩溃，国际舆论众叛亲离。所以虽然军事上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在开战1个月以后，1956年的11月6日，英国被迫宣布停火，随后全面撤军，法国和以色列也只能跟着撤退。军事全胜，政治完败，经济濒临崩溃，声望扫地，苏伊士运河危机成了大英帝国的帝国拐点。从此，日不落帝国退出第1梯队，全球霸权正式移交美苏。那么聊到这里，你觉得当年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有可比性吗？达利欧说的，美国如果不能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真的就会重演英国的苏伊士时刻吗？那么咱们就来逐条对比看一看。1956年的英国名义上确实还是世界霸主，联合国5常之一，殖民地遍布全球，而英镑仍然是国际的核心货币。但是2战掏空了国力，工业衰退， GDP 仅为美国的1/7，而国债占 GDP 比重还要超过 120%， 外汇储备脆弱不堪。军事上看着很强，但是脆弱的经济根本撑不住全球称霸的野心。再看2026年的美国，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军费也是世界第一，航母数量碾压全球。美国占据全球结算主导地位，科技、军事、文化霸权依然非常强大。但是美国国债已经逼近39万亿美元，与 GDP 的比例甚至超过了 120%。这就对应了达利奥说的，当拥有全球储备货币的世界霸主财政过度扩张，那在军事与金融控制权上就不能暴露任何弱点，否则他的盟友与债权人就有可能丧失信心。而储备货币的地位、债务、资产以及本币的价值都需要这个信心来维持。当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就暴露了他在金融控制权上的弱点，而今天的霍尔木兹海峡也有可能会成为那个暴露弱点的舞台。1956年，英国的命门是苏伊士运河，失去运河则代表失去中东，失去石油通道，帝国的交通命脉被切断。这一点你不得不说，2026年美国的处境就要比当初的英国好很多，因为他自己根本不用霍尔木兹海峡，切断的都是盟友的命脉，死道友不死贫道。不过美国虽然自己不用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个海峡却是石油美元体系的物理命门，它是全球石油贸易的咽喉。美国唯有依靠强大的军事来控制这条水道，才能确保石油必须用美元结算，从而维系美元霸权。1956年的英国军事碾压埃及，战场上几乎没有悬念，最终纳赛尔破釜沉舟，下令在运河凿沉了40几艘船只，彻底堵死了航道。欧亚航运瘫痪，英法经济与全球舆论瞬间崩盘。这也就对应了达里奥所说的那句话，一个看似较弱的国家会
会在关键贸易通道控制权上挑战全球霸主。当年的埃及悲壮了一点，现在的伊朗技术含量高一点，但是结果都差不多。航道一封，全球的关键贸易心脏骤停，航线瘫痪，最先扛不住的就是那些依赖全球贸易的国家，还往往都是发达国家。能不能打开航道，保证全球贸易正常秩序，这时候就会成为全球舆论与目光的焦点。谁能打开这条航道，谁就是真正的规则制定者。而当年的英国扛不住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制裁，也抵不住苏联的军事威胁。咱们实话实说，1956年的这一次较量，美国是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自己的金融手段。军事霸权是面子，金融霸权才是里子。这样最终难道还不都是为了钱？英国最终是输在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了美国手中，这就是当年的英国和今天的美国最大的不同。今天应该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说掌握了美国的经济命脉吧。那么此时我们也可以回到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今天的美国面对的是一样的对手吗？其实这也是今天这场对比里最关键的一环。我想大家也看出来了，今天的美国的对手恐怕不在别的国家。因为虽然当今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迅速崛起，在国际贸易上举足轻重，手里握着巨额的美债和美元，但你要说中国可以有多少金融手段来迫使美国放弃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也有点玄幻了。中国的金融手段不是说没有，但是也达不到1956年美国对英国那样一招制胜的程度。中国现在的姿态就是典型的隔岸观火，坐看成败，没有任何要跟美国正面硬刚的意思。俄罗斯就更不是当年的苏联了，中俄联手在联合国大会上一起投弃权票，然后公开表明立场，强烈谴责舆论施压这个确实有给伊朗提供一些情报的支援这个也可能有，但是其他的至少在明面上，伊朗主要还是得靠自己。当年的英国面对的主要敌人是美国，而今天的美国，它真正的对手那其实还是美国。正如达利欧所说的，无论美国未能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出于何种缘由，有可能是反战舆论危及特朗普的中期选举，使其畏手畏脚，也有可能是美国民众与决策者不愿意承受战争所需的生命与经济代价，或者可能是美军缺乏夺取并维系控制权的实力，还有可能是因为无法联合多国组建护航联盟，最终结局别无二致，特朗普与美国都将一败涂地，而这些几乎都是美国自身内部的原因。如今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靠经济制裁真正施压美国，但是美国自己的股市可以美股只要跌一跌，美国的整个金融信心、消费市场、政府财政，甚至政治选票都会跟着压力巨大。美股如果大跌，那跟面临一场全面的经济制裁也没什么区别了。如果美股暴跌，则会触发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轻则杠杆爆仓，重则连累银行系统、美元、美债，甚至是石油美元体系。如果战争真的升级到动用地面部队，那估计肯定也得等到周五美股收盘以后开始，然后必须在周一美股开盘之前宣布胜利。假如没有做到，那每一天川普都得如坐针毡。偷袭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是1月3日星期六，袭击伊朗斩首哈梅内伊是2月28日，也是星期六。3月20日美股为什么会突然蹦出一个黑色星期五呢？主要就是市场担心川普会挑这个星期六突然升级战争。最后还是靠川普出面发表了一个推文，说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随时可以撤，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使用国自行守卫巡逻，美国不负责任。这看起来好像是要放弃霍尔木兹海峡了，其实谁都知道放弃应该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下市场至少可以相信这个礼拜六不会出现什么战事升级。按照现在的架势，每个礼拜五，假如川普
不明确出来表态，那么对美股来说都有可能是黑色星期五。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英国在军事上几乎是碾压式的胜利，可是最后却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全线崩盘，不得不撤军。1956年决定胜负的战场其实并不在苏伊士运河，而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今天的战场也不仅仅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成为美国的苏伊士时刻，恐怕还得看美国自己能够付出多大的代价，承受多大的痛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收获，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我们的频道。